今天我们就不顾厂商意愿，把所有我手上的砧板比较看看，很多这样子去拼接的呢，它就是比较容易会变形一点。木头的材质跟它的做工会很影响到它的价格。像这种就是它可以直接进洗碗机，因为它里面有木头材质，很滑顺。那这个会有点钝钝的。朝日它就是表面非常的止滑，切完它也不会被带动，所以你不会出到那种拉扯到鱼肉的感觉。长骨它是最柔软的，它对手腕的负担最小，然后再来是这个朝日的，所以我个人是很喜欢这一块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Kevin， 欢迎来到火星主厨回味之旅。之前我们介绍了这么多的砧板，那我知道一定会有人一直在问我说，到底哪个好？到底哪一个好？你跟我讲哪一个好就好。那事实上我也常有这种疑惑，到底哪一个好？我知道你们最爱看血流成河，今天我们就不顾厂商意愿，把所有我手上的砧板，也不是所有啦，几乎啦，各种材质的砧板，我们把它拿出来比较看看。其实要讲哪个好很难讲啊，就是也没有什么好跟不好的，就是每一种砧板都会有自己的好，对它的优点跟缺点都一定会有。对，每一个砧板它都有它的一个特性。那我们就先讲木砧板吧，木砧板就可以分很多材质，好不好？木砧板就有很多材质，竹子的。这个是比较好的，应该我其实真的忘记它什么木头啊，反正就很贵的木头啊，对，比较硬的。然后这个是云杉的，那它切起来的感觉都会不一样。我们今天又拿一把我最不利的刀子来切啊，这样才有感觉啊。好的刀子根本没差，那我们就直接测它的切感怎么样。切下去的声音就这样子。这就是木砧板的切感，这块木砧板它很软，它非常非常的软，而且它已经使用很久。所以它其实表面都已经软到一个不行，然后就是很容易会有切痕在这里面，然后很容易会削木屑下来。不过这种软的木砧板的好处就是它很好打磨，你拿一块这种像砂纸或者是像这种打磨它，很快就可以把它磨好了，可以很轻松的去打磨它，非常简单。打磨到一个程度，基本上它的切痕就会少一点。这种的坏处就是它切痕一进去，然后它很容易发霉，超级容易发霉。不过它就是便宜轻巧，对，非常的轻巧，非常轻巧，这是它的好处跟坏处。再这个是竹子的砧板，竹子的砧板它就是便宜好用，然后这一块比较好是它这边是平接的，它是3块木头去接的，所以它不太容易变形。像这种呢，可能这样子去拼接的呢，它就是比较容易会变形一点，它可能会因为预热啊、潮湿啊什么的，它板就会弯掉。所以事实上它板子现在是有一点点弯的。那这种呢拼接的竹子的就不太容易变形，而且竹子很韧，坏处跟它差不多，可能还比它更多一点点。竹子的纤维比较韧一点，所以它的确会比较伤刀子，对，它很容易把你的上面小锯齿给磨掉。那你说伤也没有很伤了，就是会比较容易不利啦。对，它比较硬一点点，它一样会有刀痕进去，然后就是容易发霉，然后它一样都会吸水，这是木头的材质一样的问题。这个就是很硬的，然后它的木纹跟这种不太一样，它这个木纹你看得出来它是这样子垂直的，这种纹路都是这样子平行的，这也是平行的，可以看得到，这是平行的。所以在切的时候呢，你的刀是跟这种的纹路是垂直的。所以比较容易伤刀，那这种会比较平行，刀子下去的角度理论上是平行的，其实也不是完全平，因为木头它不是很直嘛，所以刀子会比较不伤。再来就是它的木头比较好，它比较硬，切起来会有很清脆的声音，因为它就很硬啊，木质比较好，就是会硬啊。这种木头的其实我蛮喜欢的啦，就是这种的。对，因为木头的话，就是你打磨过之后呢，它一层表面去掉，其实基本上那些凹痕啊什么都会不见。如果木头够好的话，那种太软的可能就没救啊。对，像这种太软的可能就没救。所以你打磨过，它还是一个很不错的砧板。对，只是就是这3种不同材质，要看你喜欢哪一种。对，然后当然相对，如果你买得到这种杉木的话，其实通常不会很贵。对，可是好的杉木的确是贵，因为它比较厚，或是你整块的杉木去切出来的木板一定超级厚。像这种拼接就会比较便宜一点点。这3个也是有价差，这个最便宜，然后这个可能稍微贵一点点，只是它这个也不是很好的。然后这个超贵的，这个6000多块，6、7千块。所以你说木头的真的会比较便宜吗？也不一定。木头的材质跟它的做工会很影响到它的价格，对，影响到非常大。这个是长谷川的砧板，算是 PE， 然后夹木头材质的，里面都有夹一个木芯在。那好处就是它很轻，对，它有 PE 的表面，对，好清洁，然后又好消毒杀菌，然后而且味道不会粘在里面。像这种木头的味道很容易会吃进去。你今天如果是鲨鱼啊、虾子啊，或是切葱蒜啊这些的，它味道都会被吃进去，多多少少都会。
那这种 PE 材质的呢就不会。对，它味道你基本上有洗啦，就不会吃进去了啦。你有认真洗都不会吃进去。那这个有时候认真洗它都还在里面，没办法，你就会泡漂白水，或者是要把它磨掉，或者是要去用热水烫它什么的。像这种就是它可以直接进洗碗机，因为它里面有木头材质，可是它木头没有露在外面，它被包在里面，所以它基本上不会变形，对，它可以很抗变形这件事情。像这款白色是长谷川的 FPK 系列的，那它就是很家用型的，对，它大小就这样子，切东西基本上也都没什么问题。就像我们说，它不会有食物残渣在里面，只是它，你看我刚刚切胡萝卜没有洗得很干净，它的确就会开始染色。对，那白色你就是可以拿去直接用漂白水去处理啊。那我想这应该洗得干净啊。结论洗不干净，白色就是会沾到，这边还是会有一点啊，好像是没办法一样，多多少少会有一点。胡萝卜我觉得常常就是很奇妙，明明不是什么很可怕的东西，可是它的确就是会把你的砧板弄得乱七八糟这样子。那长谷川砧板它因为它会滑，它很滑，所以你一定要垫东西。对，一定要垫东西。那长谷川有出自己垫的垫子，很贵。对，如果你 OK 的话，你就去买。对，很贵，可是值得，好不好？对。一定要垫东西，因为它比较滑，然后它跟就是 PE 砧板的一个特性啊，就是食材上面都是滑的，食材在上面都是会滑的。可是我觉得长谷川是我目前切到手感就是最好的一块砧板，就是它又有木头的感觉，你会知道说你切太用力了会发出声音，就是你用力的话，其实它回馈到你手上的感觉不一样。像这个回馈在手上的感觉，这回馈在手上的感觉就很明显，就很硬，这个更硬，对。木头就是很硬，可是它这个就是有木头的回馈感，可是又还是一样，它很保护你的刀子。那刀子最常敲的就是这些东西啊，所以容不容易受伤这件事情很重要。然后下一块我们来试长谷川黑色这一块，这两块啊，其实他们都是长谷川很热销的款式啊。这个是 FSR， 然后这是它新款的黑色系列，其实都很畅销。黑色就是好看，对，黑色就是帅气，你不觉得吗？黑色的就是它的弹性，它比较没有那么 Q 弹。对，可是它的回馈手感又比那个好，对，它更不会有那个很硬的回馈感，对，它比这块白色的 FPK 还要再软一点点，当然这块就贵一点啦，这块真的比较贵一点。我觉得它回馈手感是很好的，然后声音也很好，不要觉得声音不重要，就是切的时候啊，你就知道说你有没有太用力，这声音也会很重要。这一块因为它比较嫩，没有那么嫩 Q， 比起这一块没那么嫩，没有那么软，所以它在切的时候呢，刀子比较不会有陷进去那个砧板的感觉。可是这块就会有，这块你会有一种它这块阻力很明显，对，你会觉得说一直切不太动的感觉。那这个就是很滑顺，那这个就是会有点顿顿的，对，会有点顿顿的。那这块就很滑顺，顿顿的。可是这一块它是切感最柔软的，对，你用力剁。你的手都不会有感觉，手腕都不会觉得痛，因为切久了，你一天要切个几千几万下的时候呢，你的手腕会变得很容易受伤。那这个就算这样子切，也都还好，也都没什么大问题。对，你的手感一样是很舒适的。这个就是能 Q 的，然后这个稍硬，然后这个就是很硬。对，可是它这个就是很轻啊。它比起这个木头砧板的话呢，它就是全部都有加抑菌剂在里面。那基本上呢，这个就比这个还要不容易发霉，这是肯定的。就算它有一些刀痕在，也比较不容易发霉。那这个有一个长谷川的刷子，你就可以这样去刷它。那可是它刷完还是多少会有一点不太一样啦。对，因为它上面是一个比较粗糙的材质，它用这样子的方式去做纸滑，可是我觉得也没有很直啊，当然是比那种完全平的还要直一些啦。对肉对鱼是很直滑的，可是对蔬菜我觉得就相对没有那么直滑，尤其像胡萝卜这样子，这个直滑的其实很明显啊。这样会不会动？很明显。但朝日的直滑就很硬，这个也还不错。对，木头的就稍微直滑一点，那朝日的是目前最直滑的。所以它必须要去做这个表面来让它比较软的东西，它比较滑动那么夸张，对。然后再来，它不吸水，对，不吸水这件事情，木头的一定会吸啊，木头吸油、吸水、吸味道，什么都吸，除非你有上漆。如果是上漆的这个木头砧板的话，你就在吃漆了，因为漆一定会被你烤下来，对，这样，完全不吸水，一点都不吸。
就它表面这边会有一点湿湿的而已啊，就是正常的湿。对，那一擦完了就很容易晾干，很容易就晾干了，不会发霉。当然，除非你真的都不洗啦，不洗干净就还是会发霉啦，是没办法，这一定会有的事情。拜托大家还是要洗砧板，好不好？洗砧板，不要觉得说哦不会发霉，我用完就擦，就丢在那边哦。对啊，你刀子用完也是丢在那边，我知道很多人都这样。所以只要你认真洗、正常的洗、正确的洗，这个长谷川的这种砧板基本上不会发霉。然后它是我目前做到觉得切感就最爽，而且很轻。对。那这2块有没有这一块重啊？没有，这一块比这2块还要重，这一块比这2块加起来还要重。朝日的砧板应该是我目前用到我最喜欢的砧板之一。我现在很喜欢长谷川的它的切感，可是我又很喜欢朝日这种木头的回馈感，因为朝日的这种橡胶砧板呢，它是完全橡胶的，它里面没有木芯，对，它里面没有一块木头，所以说呢，它回馈感跟长谷川的会很不一样。朝日它的回馈感会非常非常不一样。可是我们就说朝日它就是表面非常的直滑，东西基本不会乱跑。然后你今天切什么生鱼片什么，它就是切完它也不会被带动，所以你不会出到那种拉扯到鱼肉的感觉。对，切肉也都是它就在上面，它就不会乱跑，它就粘在上面，它就不会乱跑，所以非常的适合喜欢处理生食的人。那它处理菜也都没问题，因为它的回馈感比它还要再重一点点，比它更直接一点。那如果要讲那个切的回馈感的话，长谷川是最柔软的，它对手腕的负担最小，然后再来是这个朝日的橡胶砧板，对它回馈感比较真实一点，对，比较接近木头一点。然后这个就是很硬。对你真的在剁东西的时候，你的手腕是感觉到那个作用力的，那这个都不会，这就比较弹一点。尤其这个真的超能 Q，FSR 的真的超级能 Q。对，虽然它止滑性很好，可是它又不会说切东西刀子会砍在里面卡不动，像这个就会有点阻力在。这个它也会有点阻力，它阻力大概是介于这2块黑色跟这个 SFR 之间。阻力大概介于这2块之间，对，它还是有阻力，就是你切到砧板，你会知道你切到砧板，你就可以不要再用力了。那这个的话，就是你可以很快的操作，对你不会感觉到说什么切到砧板什么的，就很滑顺。FSR 你在切的时候就是会顿顿的啦，就你会很明显吃到砧板，那它这个是稍微会有吃到一点点。朝日的砧板它就是有切痕的话，它会合起来，对，那这个也会合起来一点点，可是你还是可以看到它有切痕的。这个的话，基本上你切，我一直切，其实它被切到之后，它切开来它会合起来，它有弹性比较好，所以它基本上没什么刀痕在。它在处理一些生的东西的时候，那个生的肉啊、鱼啊这些的，它的手感是很好的，它真的很好，所以它会是我现在目前用的最多的砧板，所以我个人是很喜欢这一块。切感的话，就是你的对手腕的负担，对。如果要讲负担最小的就是这一块 FSR 是负担最小的，然后再来就是这一块黑色的，然后这块白色的，对，然后再来就是这个，然后其实这2块我觉得可能差不多，啊，这个还是手会有点感觉，对，这种橡胶砧板、这种 PE 砧板，它都会吸收你的力道，所以你的手腕的伤害跟负担会比较少一点点。如果长期操作就会差很多啦，说少一点，其实长期操作就会差超级多的。卫生的部分的话呢，木头一定是比较惨的啦，对啊，因为它什么都吸，什么味道都吸，什么汁、什么油，它全部都会吸，所以在吸了很多味道之后呢，它可能就会很恶心，然后木头会吸水，就会发霉。这种倒水下去就是不太一样啊，对，会不会吸进去，这种是一翻两瞪眼的事情。PE 材质的完全就不吸，完全不吸，然后这个就是吸一点点，可是它也是很快就会干。我觉得它要讲干的快吼，我觉得朝日的可能干的还比这个长谷川的快。然后再来就是这2种长谷川跟朝日，它的砧板里面都有加抑菌物质，所以理论上呢，它都不太会发霉，也不太会有细菌在生长在里面。所以安全性的话呢，一定是这种会比较好；卫生的话，一定是这种比较好。我们都知道，其实砧板才是真正接触食材最久的东西。对吧？对于食材来说，到底什么样是好的砧板？所有的砧板都是一样，你要把它刷洗干净。你拿这种东西去把它刨了一层之后呢，上油，就像新的一样，超棒。
就热水去敷它、去泡它都没有问题，因为它里面是木芯材质。你刀子很好，然后里面有一块好的砧板去配合它，你切出来的食材不一定会好，真的不一定会好。